原以为把德爷扔在移动蛋白质丰富的非洲，能使其免于3天饿9顿，没想到又让这家伙将被动技能修炼出新高度，放着2吨重的小河马不去抓，堵塞整条河流的鲶鱼不去捕，非要委身去捡长蛆的无花果，冒着被蜜蜂咬的风险掏蜂窝，整趟旅程过得别提有多憋屈。本期德爷来到非洲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，这里地广人稀人迹罕至，辽阔的草原上生活着数不清的野生动物，乘坐着乌木威尔维恩耶尔土温威乌温木本欧萨斯的核动力快艇，一脚花生大豆杂交油迅速抵达目的地，落地后熟练脱去衣服穿上马赛克，没有摄影团队也没有求生装备，抠门的节目组甚至连头发都不愿意给。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他要在这里自取灭亡。环顾一下四周的环境，德爷计划朝着岛屿内部进发，刚迈出几步就发现了一块骨头，用来当切割工具再合适不过了。不过一直光着腚让德爷很没有安全感，看到岸边长着一些纸梭草，随即收集来一些，给自己编织了一条草裙，随后到附近挑了棵歪脖子小树当营地，不仅能够躲避头顶的猎人，而且遇到危险的时候还能迅速爬上去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德爷还是决定把火生起来。这里气候炎热干燥，他很快就找到了生火材料，接着用捡到的骨头加工出一把公钻，拜火德开始重操旧业。经过这么多期的挑战，生火对他来说是手到擒来，不费吹灰之力就燃起熊熊烈焰，也是发出来标志性的给。随后他将火堆分成2份，到了晚上则睡在2个火堆中间。转眼时间来到第2天，一早醒来的德爷睡眼朦胧，看到树上有几只狒狒在虎视眈眈。来之前当地的布希曼人就提醒他，这些狒狒领地意识极强，但作为荒野界的扛把子，岂会被这些小马騮欺负？于是德爷立马展开反击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顿输出。这些狒狒貌似知道来者不是个善茬，于是连屁都没敢放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至于战利品则是地上掉落的山竹果，挑出里面个头最大的送进嘴里哼唧哼唧，吃起来酸中带甜，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但吃水果显然不是长久之计，为了寻找新的食物来源，德爷只好离开营地探索新的区域。很快啊，一块平整的开阔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等到他踩上去差点原地起飞。这些长得像草一样的植被布满了荆棘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小脚丫，德爷打算给自己做双鞋。这些棕榈叶的中间宽大扁平，非常适合做鞋垫。德爷用骨头在上面开出几个小洞，接着再用树皮穿过去，没一会儿就加工出了一双人字拖。虽然看起来有些简陋，实际上一点也不精致。德爷穿着它走过草地，看到附近生活着不少鸟类，如果能抓到的话，可以作为主要食物来源。只是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想要设置陷阱只能等到明天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天空突然开始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虽然没有下雨，但也属实把德爷吓了一跳，毕竟他还没有搭建庇护所。如果大雨把火堆淋灭，那么他将完全暴露在危机四伏的夜晚。于是次日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庇护所，从附近找了根又粗又长的树干当横梁，接着收集来大量棕榈叶，整齐地摆放在树干2侧，短短10几分钟便得到了一间朴实无华的手刮棚。当然也得给珍贵的火种安排上一个。等忙完这些，德爷并没有休息，而是开始利用树皮编制起绳子。原理很简单，将它们相互缠绕后放大腿上揉搓紧实即可。他用了1下午的时间制作了10几个绳套陷阱。到了晚上，天气又开始骤变，只不过今晚他的头顶有了庇护所。转眼时间来到第4天，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，好在头发和火堆都没有淋湿。趁着早上风和日丽，德爷带上昨天编制的绳套，准备去设置陷阱。结果刚出门就看到一坨新鲜的河马粪便。要知道自己的营地就在不远处，而且眼下正值河马的交配季节，万一不慎碰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又往前跋涉了一小会儿，他又发现了一根羚羊角，这玩意儿可是个好东西，质地坚硬，不仅可以用来剔牙，而且还能充当挖掘工具。行进到前天发现的开阔地，地上散布着不少松鸡的脚印。德爷立马着手制作陷阱，原理是用根压弯的树苗充当弹簧，末端连接着绳套，地面插上一圈树枝把绳套撑开，其中一根触发用的挂着诱饵，只要有鸟伸头进去吃，就会被勒紧的绳套吊在半空。由于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辅助，仅仅制作了3个陷阱，便花掉了德爷整个下午的时间。等待陷阱生效还不知道要多久，因此他需要寻找其他食物来源。这天外出时偶然发现树上有只果蝠，这对饿了5天的德爷来说，诱惑丝毫不亚于女朋友。说到女友，可惜他没有任何狩猎工具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跑掉。不过有果蝠的地方一定有水果，低头在四周搜寻了一番，果不其然发现了一些掉落的无花果。更惊喜的是里面还有只蛆虫，这无疑是难得的蛋白质来源。德爷二话不说送进嘴里，果肉的清香加上蛆虫的软烂，口感简直棒极了。继续寻找食物，他发现了一条河马踩出来的高速公路，尽头直通向水里，那里是河马跟长吻鳄的地盘，除非是要喝水，其他时间德爷从不踏足那里。就在他趴下蹲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奇怪的声响，朝着声源的方向看去，我滴个乖乖，只见不远处有一群鲶鱼正在进食，其数量之多将整个河道都堵住了。要是放在平时，他早就飞奔过去了。但德爷深知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番动静既然能吸引到他，肯定也会吸引来附近的鳄鱼。于是德爷决定不凑这个热闹，最终也是两手空空返回营地。来到挑战的第6天，一早德爷就过去检查捕鸟陷阱，可里面却连个鸟毛都没有。更倒霉的是，在返回营地时，人字拖还坏掉了，这下他还得花费宝贵的时间修理鞋子。
修理完鞋子后，再次出门寻找食物。这次他打算沿着相反的方向探索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吃的。走着走着，看到前方树洞里有个蜂巢，极度的饥饿感让他恨不得立马掏出一块，但他清楚的知道这不易于找刺激。要知道非洲的杀人蜂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要想拿到里面的蜂蜜，还是得计划一下了。今天时间上是来不及了，于是他打算先返回营地，明天再做打算。没想到半路碰到一头河马正在觅食，自己穿着拖鞋根本跑不快，要是对方冲过来的话，他毫无招架之力。好在河马并没有察觉到他，而是钻入身后的树林不知去向。回到营地后，德爷正坐在地上擦拭摄影机，结果刚刚的那头河马突然杀了个回马枪，来到了德爷营地里，吓得他迅速爬到树上一动不动。万幸河马只在火堆旁转了一圈，等到他离开后，德爷才小心翼翼从树上爬下来。转眼又过去了一天，一早德爷就带上装备去掏蜂窝，趁着大早上蜜蜂还没有起床，他直接在树洞底下升起火堆，头上戴上摄影机的布袋，一手举着火把，一手拿着鹿角，趁乱对着蜂巢就是一顿霍，总算是掏出了一块又黑又硬的蜂蜜。收获的喜悦让德爷发出给的怪笑，虽然蜂蜜已经有些辣感，味道也不怎么样，但提供的能量足够他支撑剩下的几天。不仅如此，这天他还在营地附近捡到了一大把坚果，这让他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这表明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可以在这长期生活下去。随着度过最后一个夜晚，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，接他回家的小飞机如约而至。到此本期挑战也就圆满结束了。